拜登动动嘴皮子，忽悠了德国，耽误了乌克兰，但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台军。各位好，我是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。拜登这次动动嘴皮子，可把德国忽悠惨了。原本索尔兹和拜登在电话里沟通得好好的，只要美国愿意提供 M1 系列主坦克，那么德国也肯在援助乌克兰方面提供豹2坦克的问题上收手。哪里想到，拜登话音刚落，五角大厦立刻跳出来宣布，美国目前没有更多库存的 M1、A1 主坦克能够提供给乌克兰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在此之前，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都是直接从美军库存中抽调的，所以能够很快地交货。但现在五角大厦直接表态，这次不一样，我们需要从制造商那里购买 M1A2 坦克，再运送给乌克兰，这样不就顺理成章地拖延了交付的时间？原本应该是美德一起承担越过红线的后果，而现在在拜登的算计下，美制坦克的援助成了空头支票，德国的豹2却得按照约定从3月开始交付，这不是把德国给忽悠瘸了吗？当然，不仅仅是德国，乌克兰的战机也被美国给耽误了。按照泽连斯基的想法，美制坦克应该能够在春季攻势中派上用场，但现在说不定明年才能拿到，那还有什么用？德国和乌克兰被美国坑惨了，但要说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，那台军就非常不服气了。还有什么比我们更惨的？这事跟台军有什么关系呢？原来美国 M1 系列坦克的制造商通用动力公司早就不再重新生产新型号，而是利用库存坦克改装来达到订单需求。按照通用公司的产能，一个月也只能改装12辆。拜登承诺给乌克兰提供31辆 M1A2 主力坦克，看起来似乎2个多月就能交付，但问题是，在乌克兰之前还有2个大客户等着提车呢。一个是订购了250辆 M1A2 的主战坦克的波兰，另一个就是订购了108辆 M1A2 的台军。在乌克兰的31辆 M1A2 主战坦克之前，就已经排满了足足358辆坦克的订单。这种情况下，美国还说拖延几个月交付，那肯定得插波兰和台军的队。波兰倒还好，本身就非常支持援助乌克兰来反击俄罗斯，被乌克兰插个队，说不准还得拍手叫好。但台军可就不同了，他们可是指望着用美制坦克来对付解放军呢。眼下被乌克兰插一次队，谁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次？要知道，乌克兰在美国那插台军的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之前的标枪反坦克导弹、毒刺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和海马斯火箭炮，可都是因箭不远。当然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就算乌克兰没有插台军的队，他们也不可能依靠美国出口的这些主战坦克来应付解放军。原因很简单，美国出口的版本与自用的差别很大。台军把美制装备当救星，那可真是打错算盘了。美国只是把他们当成任意摆布的钱袋子罢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